前世，我弟弟只因他的情人说想看流星雨，就带他去了。他带着所有保镖驱车前往乡下，为他打造了一个完美的观星之夜。可不幸的是，那些被弟弟搞垮公司的商业对手，抓住这个机会闯入了我们家暴富。母亲拼尽全力保护我，身受重伤，命悬一线。我一遍又一遍地给弟弟打电话，哀求他赶紧回来救我们。他最终不得不带着安保团队赶了回来。入侵者被抓获了，可乡下却传来了噩耗。他的情人留下一封遗书，下落不明。信里，他指责是我故意把弟弟引开，导致他被他的仇人折磨后，无奈选择了自杀。弟弟冷漠地烧掉了遗书，让我别再管这件事。后来，弟弟因这件事受到了指责，父亲承诺让我接管公司。可庆功宴结束后，弟弟却在我的卧室里残忍地杀害了我。他面无表情，冷冷地说：“你这种阴险狡诈的人，早就该死了。等该死的人是你，家产也该是我的。”我死不瞑目，再次睁开眼时，却听到了仇人撞开我们家大门的声音。庄园厚重的铁门被强行撞开的巨响，把我从濒死的幻境中拉回现实。我一把拉住正要冲出去查看情况的母亲，将她拽进了我的卧室。锁上门后，我大口喘着气，催促母亲帮我把沉重的橡木衣柜推到门后抵住。米娅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们有保安，你怕什么？母亲玛丽安娜困惑地看着我，眼里却藏不住恐惧。她还不知道，我弟弟詹姆斯已经把所有保镖都带走，陪他心爱的女友去了。妈，詹姆斯把所有安保都带走了，现在家里就我们2个人。我咬紧牙关，用尽全身力气推衣柜。沉重的橡木在 hardwood 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刮擦声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玛丽安娜愣住了，不敢相信一向稳重的弟弟会做出这么鲁莽的事。我们家家境优渥，安保向来是重中之重，怎么可能让所有保镖同时离开？可看着我苍白的脸色，他不得不信。快，给你弟弟打电话，让他立刻回来。玛丽安娜的声音带着颤抖。我沉默着，目光紧紧盯着那扇紧靠衣柜勉强挡住的门。我用颤抖的手指拨通了911，简要说明了情况和地址。我不能指望詹姆斯成为我们的第一救援力量，尤其是前世，他回来的太晚，导致母亲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，最终离世。挂掉电话，我的心沉了下去。最近下了大雪，道路受阻，而我们的山间庄园距离最近的警察局又很远。我不敢想象，警察赶到之前会发生什么。砰！一声剧烈的撞击震动了房门。我本能地用身体顶住衣柜，恐惧瞬间席卷全身。就在这时，玛丽安娜给詹姆斯的电话接通了。詹姆斯，快回家！有入侵者闯进家里了。玛丽安娜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几乎要崩溃。电话那头传来詹姆斯不耐烦的声音：“妈，别胡说了，我还在陪米歇尔等流星雨呢，明天再回去。”我没胡说，真的有入侵者。快回来，不然你就等着给我们收尸吧。玛丽安娜几乎是嘶吼出来的。詹姆斯的语气变得更冷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米歇尔，但也没必要编这种谎话吓我。还有告诉米娅、库珀，让他别再玩这种小把戏了。我不会再上当了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。看来弟弟也重生了。可他为什么会认为这是我编的谎话？前世，他明明亲眼目睹了那些暴徒是如何折磨我和母亲的。这一次，他为什么这么冷漠？就因为米歇尔、彼得森？就因为他在遗书里随口说了一句是米娅故意的？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接着房门被撞得更猛烈了，衣柜开始在地板上滑动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我们无助地看着衣柜的防御逐渐失效，直到咔嚓，衣柜的一角在强力撞击下碎裂，一道大大的缝隙出现在我们眼前。门外的入侵者发出沙哑的笑声：“原来你们躲在这儿。”我挡在母亲身前，一步步朝床边退去。看着门缝越来越大，我额头布满冷汗，手里没有任何武器，完全不知所措。
紧接着，房门被强行撞开，衣柜底部发出如同金属摩擦铁轨般的可怕 screeching 声。一双沾满泥土的靴子踏进了房间，以为挡上门就能救你们？我可没耐心陪你们玩。男人咧嘴一笑，恶心的目光在房间里扫视。我僵在原地，盯着他手里闪着寒光的刀，冰冷的刀刃映照着他肮脏的指关节。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贪婪又令人作呕，像蛇的舌头在舔舐。哟，没想到这还有这么漂亮的小姑娘。玛丽安娜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，不准碰她。我咬紧牙关，压下心中翻涌的绝望，转身对母亲低声说：妈，待会儿不管发生什么，都别插手。往后退，窗户外面有个蹦床，跳下去应该能缓冲一下。然后跑到隔壁帕特尔家找内森，帕特尔，让他带人来救我。持刀的男人越来越近，我们没时间了。前世我已经受过一次折磨，这一次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救母亲。米娅，我不能丢下你。我紧紧攥住母亲的手腕。听我的，快跳下去，去帕特尔家求助。只要你活着，就还有希望。就在这时，男人推开摇摇欲坠的衣柜，朝我们逼近。妈，快跳！我绝望地低声催促。可玛丽安娜却突然朝男人扑了过去。她用尽全身力气抓住他的胳膊，试图把他往后拉。米娅，跳，快跑！妈妈不会让他们抓到你的。她的声音带着决绝，哽咽着说。妈！我惊恐地尖叫。我眼睁睁地看着男人举起的刀，毫不犹豫地刺进了他的后背。那一抹刺眼的红色闯入我的脑海，震惊之下，所有的理智都被击碎了。母亲痛苦地闷哼一声，却依旧紧紧抱住男人的腰，拼命对我喊：跳！米娅，现在就跳！别停下！我的血液仿佛凝固了，但求生的本能占据了上风。正面对抗毫无胜算，我冲到窗边，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。落在蹦床上，身体剧烈反弹，脚踝传来一阵剧痛，顺着小腿蔓延开来。可我没时间停留，咬紧牙关挣扎着站起来，拼尽全力朝隔壁帕特尔家跑去。我顾不上冻得发僵的脚陷进雪里，磨得血肉模糊，只记得要一直往前跑，不能停。虽然说是邻居，但他们家其实在1公里之外。冰冷的空气刺痛着我的喉咙，可我不敢放慢脚步，因为我知道前世闯入家里的入侵者不止一个。当我终于瘫倒在帕特尔家的铁门前时，我拼命地敲门，嘶哑地喊：内森，开门，救命！有人闯进我家了，快救救我妈妈！铁门吱呀一声开了，内森皱着眉站在那里。他穿着温暖的羊绒大衣，脸上却没有一丝暖意。他低头看着跪在雪地里的我，缓缓说：米娅，你最近的演技真是越来越好了。他的语气里充满了嘲讽和轻蔑。我气血上涌，头晕目眩。内森，我没在演戏，也没在开玩笑。我妈妈快不行了，求你派人跟我一起去救她。他上下打量着我，夸张地惊叹于我狼狈的模样和伤势。要不是詹姆斯提前告诉我，你可能会因为嫉妒米歇尔上演一出入室抢劫的戏码，我差点就信了。我疯狂地解释，别听他的，这是真的。我已经报警了，可警察还没到。求你了，我妈妈被刀刺伤了，她撑不了多久了。前世那3个入侵者后来把怒火都发泄在了母亲身上。我和母亲拼命反抗，却都被折磨得身受重伤。我遭到了侵犯，母亲最终惨死。这一世，我不能让母亲因为我而死。我拿出手机想给内森看我拨打紧急电话的记录，可他却毫无相信的迹象，反而继续冷漠的嘲讽：你这次玩的可真够大的，竟然还报警了，上演入室抢劫。这戏演得真逼真，我都差点信了。不得不佩服你的决心，内森，你疯了吗？这是真的。我绝望的尖叫，眼泪模糊了视线。可我的哭喊并没有换来他的信任。他转身就要走，我一把拉住了他。求你了，我妈妈真的需要帮助，再不去，她可能就死了，真的会死的。
他低头看着我，表情冰冷至极。米娅，詹姆斯特意嘱咐过我，不管你闹得多凶，都别理你。他的冷漠刺痛了我的神经。在米歇尔出现之前，内森是我的青梅竹马，对我一直温柔体贴。就算订婚后，他也一直对我万般宠爱。可那个女人出现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内森对我越来越冷淡，就连弟弟也开始疏远我。为了讨好米歇尔，弟弟做了各种各样的蠢事。就因为另一家公司的名字和米歇尔的宠物狗一样，他就恶意搞垮了对方的生意，这才给我们家招来这场横祸。我绝望地跪在雪地里，哀求道：“内森，我求你了，就带人去我家看看，求你了。你要是想解除婚约，我同意，只求你帮帮忙。”我已经快要崩溃了。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祷，希望内森能尚存一丝良知。我希望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，他能救我母亲一命。从小看着我长大的管家终于心生怜悯。先生，或许您应该带人去看看。库珀小姐不会拿这种事撒谎的。内森犹豫了片刻。我抓住这个机会，拼命地向他磕头。我的额头一次次撞击在冰冷的地面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求你了，救救我妈妈！内森终于开口了，语气依旧冰冷。我带人去看看。但是，米娅，如果这真的是你自导自演的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我猛地抬头，眼里闪过一丝希望。不管怎样，只要他同意去就行。他叫来了几个保安，可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。是我弟弟打来的。内森看了我一眼，按下了免提。电话那头传来詹姆斯慵懒又冰冷的声音：“米娅没去找你吧？别听他的。刚才有人用我妈的手机打电话威胁我，说要杀了我，真是可笑。”我感觉自己坠入了冰窖，血液瞬间凝固。我不敢相信，那个曾经承诺要一辈子保护我的弟弟，竟然能这么无情。为了一个女人，他无视母亲的安危，对我的哀求置若罔闻。愤怒和恐惧交织在一起，我对着电话尖叫：“詹姆斯，你疯了吗？非要我们死了你才相信吗？你以前明明看到过我和妈妈的下场。”他冷冷地笑了：“那不过是你夺权的阴谋。我问过家里的门德斯夫人了，家里一切都好。你心狠手辣，这次我不会再信你了。要是妈妈出了什么事，都是你自己的错。”我的心彻底沉了下去。门德斯夫人1周前就请假回家了，她怎么可能知道家里的情况？我正要反驳，电话那头传来了忙音，通话被挂断了。内森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，他厌恶地看着我：“原来你一直在撒谎。来人，把他抓住，打断他的腿，给他个教训。”几个保安上前一步，准备抓我。我忍着腿上的剧痛，大喊：“你们敢！我爸爸回来，我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！”保安们面面相觑，犹豫不前。内森冷笑一声，随手拿起一根棒球棍，朝我走来。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眼里满是嘲讽和轻蔑。他们不敢，我敢。我绝望地抬头看着他。我们曾经的温柔情谊，仿佛成了一场虚幻的梦。我不敢相信他会这样对我。我害怕的想要后退，他却一脚把我踹倒在地。腹部传来一阵剧痛，我还没缓过劲来，他就用球棍狠狠地砸在了我已经受伤的左腿上。啊！我痛苦的尖叫，身体剧烈的颤抖，剧痛几乎让我晕厥过去。他只是冷漠地站在一旁。这就是骗我的下场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。他弯腰捡了起来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容。让我听听是谁打来的。喂，请问是之前拨打紧急电话的库珀小姐吗？我们已经到你家了。入侵者在搏斗中逃跑了，但你母亲伤势严重，需要立即就医。